拿到老公病危通知书。这日，许洛离被老公的兄弟们围在了中间，逼她同意老公跟别的女人举行婚礼。嫂子，姚哥不过就是想跟楚婉婉办个婚礼，他都快死了，你就不能成全他？做人不能太自私。是啊，嫂子，姚哥最多就能活2个月。当年姚哥为了救你，断了4根肋骨，少了1颗肾，没有姚哥，许家早就破产了。你爱姚哥爱得入骨，他死前唯一心愿，你都不愿帮他实现吗？就是办个婚礼，又不会跟你离婚，更不会跟你争什么。你不同意，我们都看不下去，替姚哥不值。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好像许洛离不同意让老公跟别的女人办婚礼，就是罪大恶极的坏人。阿瑶，你怎么想？为了娶你，我抛弃了婉婉。就算你同意我跟她举行婚礼，她也不会同意。许洛离垂眸，心底泛起酸涩，最后那一点希望破灭。这一切都是贺思瑶安排的，他又怎么会帮他说话？贺思瑶想跟心爱的人离开，又不愿背上负心罪名，就想出装病假死的缺德办法。若不是无意间看到他跟兄弟们说出了真相，他到死都会被蒙在鼓里。他以为他真的得了绝症，不停地在网上查资料，亲自采访领域专家，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找特效药。许洛离还跪遍了全国的寺庙和道观，只为替他求来平安。到头来竟只是他的骗局，真是可笑。既然他那么想跟楚婉婉举行婚礼，那他就成全他。从知道真相那一刻，他就决定不再爱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带着他的遗产嫁给他的死对头。好，我同意。闻言，众人脸上皆是一喜，尤其是贺思瑶，他眼里闪过他许久没见过的光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贺思瑶朝他看过来，微不可见，蹙了蹙眉。什么？我要你手里的许氏股份。可以，我们替姚哥答应了。别说许氏股份，你要什么我们哥几个都能凑一凑，只要姚哥幸福，前提是你能让婉婉心甘情愿跟姚哥结婚。许洛离看向贺思瑶，只有他说才算。姚哥，你快答应啊！可以，我会让他同意陪你度过最后的日子。贺思瑶曾经答应过帮楚婉婉完成心愿单，可他同意跟许洛离结婚之后，伤了楚婉婉的心，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为他做。如今这些心愿变成了许洛离的任务。第一个是给楚婉婉送10款爱马仕限量款包，第二个就是许洛离给楚婉婉画100幅肖像，第三个就是去灵隐寺跪3000台阶给楚婉婉求一道平安符，最后一件给楚婉婉道歉。楚婉婉是许家保姆的女儿，从小就心思极重，爬他哥的床失败后，就勾引他的未婚夫贺思瑶。徐母忍无可忍，将楚婉婉赶出了许家。楚婉婉要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替许家下跪道歉。楚婉婉，对不起，以前的一切都是许家的错，请你原谅我，陪阿瑶走过最后的时光。就这，毫无诚意。你想怎么样？许洛离，你忘了我被赶出许家的时候了？许洛离身子轻颤，拧眉看着他，视线无意间看到了他身后的贺思瑶，他的眼神炙热爱意，遮掩不住。许洛离垂眸，心里晕开一抹疼痛，再忍忍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对不起，是我犯贱，我是贱人。周围一片唏嘘，有人拿出手机录像，闪光灯刺痛了许洛离的眼。许洛离，若不是你以死逼阿瑶娶你，我们早在一起了。是你害了阿瑶，是你害她郁结于心，得了癌症。怎么不是你快死了？求你陪她度过最后的日子。是你求我的。真是贱人，该死！光抽耳光有什么用？你该磕头谢罪。最痛恨这种仗势欺人的败类了，赶紧去死吧！有人朝着许洛离扔矿泉水瓶，狠狠砸在了他的额头，他身子歪倒在地。紧接着是更多的瓶子和石头落在他身上，砸得他血肉模糊。许洛离的心狠狠抽疼，
眼泪混合着鲜血流入口中，又苦又腥。他跟贺思瑶青梅竹马，他曾以命相护，让他误以为那是爱。从此他就追在他身后，满心满眼都是他。为了嫁给贺思瑶，他拒绝了跟秦家联姻，气得母亲住院。他主动将许氏股份给他作为跳板，争夺贺家继承权。贺思瑶从没说过不愿娶她，他一直以为是楚婉婉单方向勾引贺思瑶，从不知道他们竟那么相爱。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，贺思瑶的冷淡和敷衍。他每个月固定的国外出差，从不让他进的书房，只是他太蠢，看不透这一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他疼到浑身麻木，那群人才停了下来。许洛离晃了晃身子，想起来看到楚婉婉已经钻进了贺思瑶的怀抱。蠢女人！婉婉说的对。阿瑶，我们走吧，我饿了。好。贺思瑶揽着楚婉婉离开，许洛离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，心似乎没有那么疼了。如今只等她1个月后病死，他就可以拿着属于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，完成母亲的遗愿，跟秦家联姻。他踉跄起身，眼前忽然一黑，他一头栽倒在地上。就在此时，楚婉婉打来了电话，让许洛离去山顶观星台给他送衣服。许洛离，你可别忘了你有求于我，想让我替你照顾临终的阿瑶，就得让我开心。我知道了。他按照楚婉婉的要求，去商场买了 A 家最新款外套，打车上山去观星台。山顶观星台是贺思瑶专门为20岁的楚婉婉建造的，不对外开放。许洛离曾经想来看看，贺思瑶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，渐渐的，许洛离就不再执着。如今他站在观星台的入口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他平静地跨进去，在一片人造星光中看到了依偎在一起的楚婉婉和贺思瑶。阿瑶，还能跟你在一起真好。网上的帖子真的不用删吗？我只是想起他抢走了你那么多年，发泄一下情绪，没想过真的伤害他。无所谓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为了我，他什么委屈都能受。他对你那么好，你真的不爱他？我爱你。欲火随即被点燃，四周的空气温度逐渐上升。楚婉婉轻哼出声，双手不安分地在贺思瑶后背抓挠，引得贺思瑶身子微颤，径直将她抱到了腿上。楚婉婉搂着贺思瑶的脖子，眼神带着挑衅地看向站在暗处的许洛离。她是故意的，故意让许洛离来这里。看着他和贺思瑶甜蜜，许洛离苍白着面色跟他对视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饶是已经决定不爱，亲眼看到这一幕还是无法承受，整颗心犹如钝刀切割，密密麻麻的疼席卷全身。贺思瑶撩开楚婉婉的裙子，用力挺身，嘴角溢出闷哼。楚婉婉的身子猛地站立，对着许洛离勾唇挑衅。阿瑶，疼，你对许小姐也是这样急切吗？婉婉乖，不要踢她，扫兴，好好享受我给你的快乐，不许说无关紧要的。手提袋应声落地，许洛离仓皇转身逃走，高跟鞋一歪，整个人摔倒在地，膝盖被石头割破。他没有迟疑地爬起来，仿佛不知道疼一般往外跑，跑了很远，还能听到贺思瑶的低喘和楚婉婉刻意拔高的呻吟声。许洛离跑了很久才跑到山下大路，一路上不知摔倒了多少次。回到家之时，身上的衣裙已经沾满了血污。他没有第一时间处理伤口，而是将客厅里一切跟贺思瑶有关的东西收起来。一个将死之人的东西留着也没用。许洛离收拾了一整晚，装满了4个大箱子。天一亮，他就让佣人帮忙将箱子抬到后院。许洛离将亲手为贺思瑶设计的第一件西装扔进了焚烧炉。随着火苗的燃起，他一件件将跟贺思瑶有关的东西扔进火里。随着最后一张婚纱照烧完，他仿佛看到了那个少年消失。黑烟呛得许洛离有些睁不开眼，
他捂着口鼻，猛地咳嗽了2声。他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，那块压在他心口的石头消失了。他曾经视若珍宝的一切，竟然可以这么轻易就被他烧掉。原来放弃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这么轻松。许洛离擦掉眼泪，转身回到房间。他泡了一个热水澡，换上睡衣，沉沉睡去。睡到傍晚，许洛离才悠悠转醒。他下意识拿起手机，点开跟贺思瑶的对话框。每次睡觉，他都怕错过他的消息。下一秒，他清醒了过来，自嘲地笑了笑。有些坏习惯还是需要时间来改，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，贺思瑶都没有主动找过他。许洛离放下手机，披了外套下楼。他睡了一天，肚子有些饿。就在走到客厅的时候，别墅的门被推开，贺思瑶和楚婉婉走了进来。看到许洛离的刹那，贺思瑶下意识蹙眉，脸上的笑意渐渐冷却。许洛离将他的变化尽收眼底，脸上没有丝毫情绪。看起来许小姐不欢迎我，既然如此，我走了。不是你求着让他来的吗？怎么又突然甩脸子啊？我没有。阿瑶，这是你们的家，他不欢迎我也正常，你放手让我走。给婉婉道歉。我没做错，为什么道歉？不管是不是做错，你让婉婉不高兴了，就要道歉。许洛离愣了一瞬，指尖微拳，对上他渐冷的目光，心间微酸。曾经在一起酒会上，许洛离被暴发户的妻子故意撞倒，还要逼他道歉。他跟那个人理论，那人的老公站出来护着妻子，甚至差点对许洛离动手。最后是安保人员出现，赶走了那一对暴发户夫妻。从头到尾，贺思瑶就站在一旁袖手旁观，明知道他受了委屈，也没有半分维护他的意思。许洛离一直以为是贺思瑶的性格淡漠，不会在大庭广众下袒护他。原来他不是淡漠，而是只会偏袒楚婉婉。他以前怎么就眼瞎地认为贺思瑶是爱他的呢？许氏股份不想要了。楚小姐，我没有不欢迎你，快进来吧。这次原谅你，再有下次，我立刻就走。楚婉婉和贺思瑶坐在沙发上，打开手提袋，看自己的战利品，抽空瞥了一眼许洛离。我饿了，我想吃许小姐做的饭。让佣人做，他不会。我不，我就要吃。好，让他做。想吃什么？海鲜。准备海鲜，不会就让佣人教你。许洛离没有说话，转身进了厨房。贺思瑶和楚婉婉在客厅说说笑笑，似乎在讨论着婚纱和婚礼形式。许洛离做了12道不重样的海鲜，摆放好后，让佣人去叫贺思瑶和楚婉婉。他自己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给自己盛了一碗汤。许洛离的手忽然一疼，汤碗掉落，热汤洒在手背上，瞬间烫红了一片。婉婉，有没有烫伤？我没事，我不是故意撞许小姐的。许洛离看了一眼满是水泡的手背，又看了看第一时间紧张扑到楚婉婉身边的贺思瑶，自嘲地扯了扯嘴角。爱与不爱竟如此明显，幸好他也不爱了。许洛离沉默，起身去处理伤口。等他重新回到餐厅，餐桌一片狼藉，什么也没给他留。他喝了一杯热牛奶就回了房间。贺思瑶将楚婉婉留在了别墅，半夜之时，他却回了房间。许洛离察觉身旁的床塌陷，随即贺思瑶就将他抱在了怀里。他下意识挣扎，朝着床边挪了挪，耳边传来贺思瑶低沉的声音：委屈你了，为了完成我临终的遗愿，你吃了这么多苦。许洛离的身子一僵，缓缓睁开眼，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他心疼他了。就算我跟婉婉举行婚礼，你也是唯一的贺太太，没有人能取代你的位置，该给你的我一样不会少。所以把你的永恒给婉婉吧，我的遗产不能留给她，我死后总得给她留些傍身的资本。许洛离的心狠狠一抽，眼眶瞬间泛红。贺思瑶不是心疼他，不是感激他，而是为了帮楚婉婉要他的东西。永恒是他设计的一套代码，在新能源开发上
有极大的作用。它的设计已通过验证，可随时申请专利和授权买卖。永恒不仅能带来巨大财富，还能让他领域内地位极高。贺思瑶明知道这个设计对他有多重要。贺思瑶，我不同意，那是我的成果，是我的孩子，我绝不会让给别人。贺思瑶眸色闪了闪，坐直身子，目光打量着许洛离。看到他眼里的倔强，他莫名呼吸一紧。贺思瑶，当我求你不要抢我的永恒好吗？你可以将遗产留给他，我只要许氏股份。你就那么看不上我的钱？许洛离摇头，他张了张嘴想解释。贺思瑶已经抽回了自己的胳膊。我不是跟你商量，你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贺家给你的支持上完成的，你没权利拒绝。重重的关门声震得许洛离心碎。半个小时不到，网上就出现了有关永恒的消息。楚婉婉作为设计和开发者，连夜接受了媒体的连线采访。许洛离拿着手机冲进楚婉婉的房间，不等他开口，就被贺思瑶安排的保镖抓了起来。以上就是关于永恒的设计理念阐述。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休息，我只是太兴奋，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成果。晚安啊！不要相信他。许洛离瞬间就被保镖捂住了嘴，直到关闭采访视频，保镖才松开了他。贺思瑶，为什么？我说过要给婉婉一个仰仗。任何事我都可以妥协，唯独永恒不行。我会拿回我的成果。贺思瑶看着许洛离的背影，无端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竟不想他走出去。阿瑶，东西是他设计的，他肯定有证据。如果他明天要拆穿我怎么办？早知道不听你的接受采访了，我不想被人骂。把太太带去地下室，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出来。放开我，我不去地下室，别碰我。阿瑶，阿瑶。许洛离一路挣扎哭喊，贺思瑶没有丝毫心软。他被关进了黑暗的地下室，仿佛将他推进了绝望的深渊。许洛离5岁的时候被绑架过，他一个人被关在了狭小的不见光的箱子里，整整3天3夜。当他被警察救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他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害怕一个人，害怕黑暗，甚至怕睡觉。此时情绪激动的他难以克制情绪，那被压在心底里的恐惧被释放。放我出去，贺思瑶，我害怕。放我出去，求求你，我真的害怕，我会死的。许洛离手指死死抠着铁门，指尖磨破，指甲断裂，鲜血在门上留下一道道印记。许洛离感觉自己呼吸越来越紧，头越来越疼。他开始用头撞门，1下2下3下，直至将自己撞晕。第二天一早，贺思瑶带着楚婉婉盛装出席发布会，正式将永恒推上市场，开启高价竞标。楚婉婉作为永恒的研发者备受瞩目，拿着许洛离的研究日记，她从容地应对记者提问，从寂寂无名一下变成了新能源领域里的佼佼者。发布会很快结束，贺思瑶替他举办了庆功宴。贺思瑶亲自回了别墅接许洛离，他想让他知道一切已经成为定局，不准他闹幺蛾子。地下室门打开的瞬间，血腥味扑面而来。贺思瑶猛地皱眉。昏暗中，许洛离蜷缩在角落，头埋在臂弯里，瑟瑟发抖。感受到光线，许洛离缓缓抬头。小离，你……贺思瑶，我不要永恒了，你放我出去吧，我害怕，我不要了，我真的不要了。贺思瑶身子微微一颤，一言不发，将他抱出了地下室。楚婉婉打电话来催贺思瑶，马上就到。贺思瑶命人给许洛离简单清理伤口，换上干净的礼服，用粉底遮住额头的伤，整个过程许洛离一动不动。在出门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住了动作。能现在就将许氏股份给我吗？不行也没关系，别把我关进地下室了。你扔东西了？空气陷入短暂沉默。贺思瑶欲言又止。律师的消息到了，贺思瑶和许洛离纷纷签字。许洛离松了一口气，
宴会现场灯光璀璨，热闹非凡，宾客推杯换盏，纷纷夸赞楚婉婉。楚婉婉被捧上了天，看到贺思瑶和许洛离出现，她笑着凑上前。许小姐，你也是来恭喜我的吗？你看，你的东西都是我的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恭喜你，你赢了。你可以跟贺思瑶举行婚礼了吗？不可以，你还没有让我满意。还需要我做什么？要你成为过街老鼠，一无所有。许洛离猛地一颤，惊恐地看向楚婉婉。楚婉婉将手里的尖锐饰品塞给许洛离，抓着他的手打向自己。尖锐的饰品瞬间划破了楚婉婉的脸颊，鲜血涌出。啊，许小姐，你就那么想我死吗？为什么要一直逼我？我爱阿瑶，但我没想过插足你们，我只想在他最后的时光照顾他。你要杀我，也等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把永恒给你，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。宴会骤然安静，宾客纷纷朝这边看来。这段时间，有关许洛离的舆论一直在网上发酵，她就是拆散贺思瑶和楚婉婉的恶女。许洛离，谁允许你伤人的？送他去警局。贺思瑶的保镖冲过来抓住许洛离，将他送到了看守所。等待他的是几个5大3粗的女囚，一见面就将他按在了地上，狠狠打了一顿，将他的手指一根根踩断。仅仅1个小时，许洛离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他想死了也好，反正许氏的股份也拿回来了。眼泪模糊了视线，他出现幻觉了。离离，爸爸来晚了。爸爸，对不起，爸爸。别怕，爸爸来了，爸爸带你回家，你坚持一会儿。许洛离倒在许父怀里，泣不成声，刚上车就撑不住昏了过去。许父将许洛离带回了许家，担心贺思瑶再伤害他，请了专业医疗团队医治。许洛离还在昏迷中，义愤填膺的网友和记者就围住了许家别墅。得知许洛离伤害了楚婉婉，他们自发地来替他报仇。许父让保镖驱赶他们，他们竟对保镖痛下狠手，还不停地往别墅里扔石头、砸玻璃，一起撞门。许洛离去给楚婉婉道歉。谁也不许碰我女儿，出去，都出去。你教不好女儿也该死，伤害高技术人才，你们都该死。不知是谁推搡了许父，他重重倒在地上。眼见许洛离要被拽下床，他又赶忙起身阻拦。关键时刻，贺思瑶带着人出现了。住手！保镖迅速挤进人群，将闹事的人逼退。许父抱着许洛离放回床上，小心翼翼查看他的情况。贺思瑶扫了一眼许洛离，苍白的面色皱了皱眉。难道真的跟楚婉婉说的一样，许洛离都是在演戏？他爱的是楚婉婉。贺思瑶，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就是让你这么折磨的？不想过就离婚。现在不能离婚，不离婚。离离，他这么对你，你还……许洛离不能跟父亲说实话。一旁的贺思瑶闻言，脸色有些奇怪。贺思瑶有一瞬的感动，但随即便冷静下来。网上的谣言我会处理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。但你伤人终究是错，婉婉不打算追究。你在老爷子面前该怎么做，不用我教你吧？我会跟爷爷认错。贺思瑶满意离开，许父一脸怒容，瞪着许洛离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化成深深的叹息。爸爸，我不爱贺思瑶了，我不离婚是有原因的。许父的表情从愤怒变为震惊，最后满是心疼。事已至此，许父只能支持许洛离，熬到贺思瑶假死那日。在贺老爷子的施压下，贺思瑶出手干预，那些关于许洛离的帖子被删除。许洛离养了2天伤，就被叫回了贺家老宅。听说你帮阿瑶张罗婚礼呢？是。胡闹！阿瑶她快死了，这是她的临终遗愿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想让阿瑶死而无憾。爷爷，成全阿瑶吧。贺老爷子没再说话，摆摆手，让许洛离先出去。许洛离回到了跟贺思瑶的房间，他刚躺下不久，房门就被踢开。许洛离，我信错你了，
拿到了股份就跟我耍花样。我不知道，贺思瑶，你的理智呢？我有本事干扰爷爷的决定吗？给你1天时间把婉婉还给我，否则就等着给你爸收尸吧。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你不能伤害他。贺思瑶不为所动，拿出手机放在他面前。视频里许父被吊在塔吊下。放了我爸，我帮你找楚婉婉。见到婉婉我就放了他。求你先让他下来，他有心脏病，他会受不了的。与其求我，不如快点找婉婉。你只有1个小时时间。许洛离跌跌撞撞起身，跪在了老爷子的房间外。求求爷爷成全他们吧，只是一场婚礼，我们悄悄进行，不会影响贺家颜面。爷爷，让阿瑶见楚婉婉吧。许洛离足足喊了40分钟，贺老爷子才打开门。看到许洛离的样子，他深呼吸，松了口。罢了，我老了，不懂你们年轻人之间。他在山顶庄子，去找他吧。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许洛离身子一歪，倒在地上，不顾疼痛爬起来，刚走2步，又从楼梯上滚落，咬牙坚持着继续往前走。许洛离在车库找到了贺思瑶，贺思瑶闻言立即发动车子，许洛离挡在车前，险些被他撞倒。贺思瑶，楚婉婉在山顶庄子，我爸在哪？你疯了？我爸在哪？港城码头。许洛离冲向一旁的车，比贺思瑶还快离开老宅。他赶到码头，就看到了许父被吊在空中，他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流，战战兢兢爬上高台操作机器。许父心脏病发，已经昏迷，无论许洛离怎么呼喊都没有反应。爸爸，你醒醒，别吓唬我，睁开眼睛，爸爸，爸爸。泪水模糊了视线，许洛离将许父送到了医院。医生说来晚了。许洛离靠在急救室外的墙上，揪着衣领张嘴想哭，却发现已经哭不出来。他的心彻底碎了，他此刻才知道心痛到极致是哭不出来的。许洛离将许父的尸体暂时冷冻，拖着没有灵魂的躯体回到了别墅。贺思瑶已经找到了楚婉婉，开始暗中筹备假死的事情。贺老爷子抓走楚婉婉，让他们不敢耽误。他很了解贺老爷子，不知何时就会反悔。他要带着楚婉婉远走高飞。看到许洛离的样子，贺思瑶和楚婉婉吓了一跳。大白天，你装鬼呢？许洛离宛若未闻，机械地迈着步子朝楼上走去。路过贺思瑶的时候，他顿了顿脚步，眼底晕开一抹恨意。贺思瑶，人死了会变成鬼吗？贺思瑶动作一顿，不解地看向许洛离，见他失魂落魄，痛苦以为舍不得自己。人死如灯灭，就不要再想念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许洛离，你不要为我殉情，好好活着。许洛离用力扯了扯嘴角，为他殉情，他想多了。贺思瑶一直装出病入膏肓的样子，时不时还会吐血，急得贺爷爷不停地找专家来给他诊治。婚纱是楚婉婉最喜欢的纯手工定制奢华款，婚礼地址选在山顶观星台。参加婚礼的有贺思瑶的那群兄弟，还有许洛离。婚礼正式举行，司仪将新郎新娘带上来，宣读誓言，交换戒指，完成礼仪。许洛离静静站在角落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，他只等着贺思瑶死的那一刻。两人离开会场的刹那，贺思瑶就轰然倒地，口鼻流出鲜血，被急急忙忙送去医院。小离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守寡。如果有来世，不要嫁给我了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我有冷冻精子，可生孩子作伴。我死了，婉婉也会离开，不要为难她。阿瑶，不要离开我。放心去吧，我会好好活着。贺思瑶心猛地一沉，不安地看向他，还想说什么，人已经被推了进去。2个小时后，抢救失败，贺思瑶死了。贺老爷子情绪激动，当即昏了过去。
贺家人手忙脚乱，将他送到另一间急救室，只有许洛离安静地站在一旁，等他们都走了，他转身去了办公室，开具死亡证明。许洛离处理贺思瑶的死亡证明，将那具尸体火化，并且去办理销户，火速与律师签订了继承协议，将他该得的一切都拿到了手。贺思瑶的丧事办得很大，几乎整个晋城的人都知道他死了，前来吊唁的人挤满了贺家老宅。丧礼进行到一半，许洛离悄悄退场，他回到房间，换上了秦家送来的婚纱，捧着鲜红的手捧花，穿过回廊，一步步走出贺家老宅。许洛离的行为引起轩然大波，贺思瑶还没下葬，他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婚纱嫁人。有人骂他不知廉耻，也有人说他是受了刺激疯了。无论身后的议论有多大声多难听，许洛离都不曾回头。贺思瑶，你的戏已经演完了，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欠我的也该还了。此时的贺思瑶换好衣服与楚婉婉会合，二人手牵手离开了医院，按照规划坐上了私人飞机。他们第一站去的是北欧。阿瑶，我们终于自由了。据说看到极光的情侣会生生世世在一起。贺思瑶呆愣了一瞬，似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开心。他微微蹙眉，眼前莫名浮现许洛离平静的脸。阿瑶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。没事就好。你答应我下飞机吃米其林的，可不能耍赖。贺思瑶点点头，莫名又想起许洛离。他今天太不正常，总想起许洛离。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，低头亲吻了楚婉婉的发丝。飞机落地，贺思瑶带着楚婉婉去吃米其林，去购物。两个人提着大包小包住进最顶级的酒店套房。一进门，楚婉婉就贴上了贺思瑶，她主动地解开他的扣子，媚眼如丝，手指在他胸前画圈，双腿搭在他身上，主动贴得越来越近。贺思瑶眸色渐暗，喉结滚动，被楚婉婉挑起欲火。阿瑶，你会跟我结婚吗？面对楚婉婉的询问，贺思瑶心口一悸，莫名有些抗拒。这样挺好，结婚太麻烦。可是你不想跟我结婚生子吗？再说吧。阿瑶不想结婚，那就不结了。我愿意没有名分的跟着阿瑶一辈子。贺思瑶和楚婉婉在北欧待了1个周，几乎与以前的一切断绝了联系。同一时间，许洛离跪在许父的灵前，伤心落泪。爸爸，我不会让你白死的，我会让贺思瑶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当日离开贺家，许洛离被婚车送去了秦陵川的别墅门口。秦陵川安排他在秦家别墅住下，并且陪他一起办了身后事。许洛离没有颓废多久，就带着股份重新回到许氏集团。他要重新接管公司，还要让贺思瑶付出代价。转眼半个月过去了，贺思瑶和楚婉婉在北欧玩腻了。抱歉，贺先生，飞机所有权已经变更，没有得到主人吩咐，您不能上飞机。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我的飞机给别人了？就是啊，睁开你们的眼看清楚，你们面前站着的是谁？小心阿瑶把你们开除，赶紧让开，我们赶时间去买包。机长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没有反驳，却依旧不让他们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让开？阿瑶，把这些拦路狗赶走。行了，别闹了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楚婉婉趔趄后退，顿时红了眼眶。不等他开口哭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机长拿出一份继承协议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这架飞机已经由许洛离继承。怎么可能？你不看新闻吗？你已经一无所有了。阿瑶，什么意思？他说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不是穷光蛋。你什么时候能像小黎一样庄重？你拿我跟许洛离那个贱人比，他哪里比得上我？贺思瑶，你凭什么对我发火？我跟着你漂流异国他乡，为了你什么都不要了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贺思瑶不耐烦地看着他，除了在床上那点本事，他真是事事不如许洛离。他后悔了。贺思瑶胸口憋闷，
他烦躁地扯了扯领带，转身就走。阿瑶，等等我！贺思瑶不死心地将所有卡都试了一遍，没有一张能用的，没有身份证明，他买不了机票，就连以前的酒店也住不进去。折腾了半天，他又累又饿，打电话给以前的兄弟借钱。耗子，给我转500万，等我回去给你。他语气如常，说完半天不见回答，他又重复了一遍。耗子，给我转点钱。耗子纠结很久，回应：我最多给你1万。什么意思？我以前随便送你一个项目，都不止这个数。耗子打断他：今非昔比，贺家也还不起500万了。这1万块买断联系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耗子挂电话后，将1万块转到了楚婉婉的微信上。贺思瑶气急，差点摔了手机。他连续找了5、6个朋友借钱，对方态度都很差，也不肯借钱给他。最恶劣的，一听他的声音就挂了电话。阿瑶，发生什么了？怎么他们才给你这么点钱？你是不是真的没钱了？我饿了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贺思瑶没有回答，习惯性的带着他走进一间高级餐厅，一顿饭就把借来的钱全花光了。楚婉婉身上的钱不够住豪华酒店，只能随便在路边找个旅馆。阿瑶，你快想办法！没有钱我们会被饿死的。要不我们回国吧？说你是假死，我还给你当情人。贺思瑶没空理他，一直在思索耗子他们说的话。区区500万贺家怎么会还不起？难道贺家出事了？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你快想办法！闭嘴！要不是你这个贱人撺掇我假死，哪里会有现在这些麻烦？你怪我！以往看着楚婉婉落泪的样子，贺思瑶早就心疼了，今天只剩下厌烦和后悔。他怎么就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放弃了贺家的财富，放弃了许洛离那么好的妻子？把你那些奢侈品卖了，先回国。不许动我的东西！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居然要卖我的东西！你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我花钱买的？贺思瑶不顾楚婉婉的阻拦，拿着几个包和几盒首饰就往外走。人刚走到门口，就被楚婉婉拿着烟灰缸狠狠砸倒在地，鲜血顺着后脑流下。他眼里尽是不可置信。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！别丢下我，送我去医院。婉婉，我不想死。贺思瑶抬起的手臂渐渐滑落，他满心不甘和后悔。国内许洛离继承了父亲的股份，又拿回了贺思瑶手里的许氏集团股份，成为许氏如今最大的股东。他坐在董事会主位上，遭到一群如饿狼般的股东攻击，他们冷嘲热讽，话语极尽侮辱。小黎啊，你说你好好的福不享，跑来公司掺和什么？那贺思瑶刚死，你就傍上秦家吗？他们不给钱花，你在床上讨好秦总，不比在公司劳心劳力好。女人哪能抛头露面？尤其是你这种名声差的，会影响公司发展。你爸活着的时候都不管公司，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抢什么？你就拿着手上那些股份分红吧，公司的事情就别管了。你爸是个废物，你比你爸还废物。自从许母离世，许父就不怎么管理公司，只是每年拿分红。这些人竟认为公司已经是他们的。不可能，我是最大的股东，我有权担任董事长。你呀，真是不听劝，非得吃点亏才行。你们请许小姐去吃饭，睡觉，拍点好看的照片留作纪念。她要是不同意，就给她吃点那东西。你别太过分，放开我！一个黄毛丫头还能掀翻天？就在此时，会议室的大门再次被推开，秦凌川穿着白色西装，步伐优雅地走了进来。他第一时间将许洛离护在怀里。谁说阿离掀不翻天？我家阿离想要的，你敢不给？秦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为了这样一个破烂货，您要跟我们这些人作对吗？我们背后可都是数一数二的家族。你们商量一下，一起对付秦家，还是分开一个一个上？我等着。
以后阿离就是许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谁再找他的麻烦，就是跟我作对。秦陵川拿出一份任命文件，盯着每一个股东签字。许洛离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秦陵川牵着许洛离上车，许洛离几次看着秦陵川都欲言又止。有事？你真的要跟我结婚？确定你穿婚纱来我面前那一天，你已经是我的妻子。等你有空，咱们就领证办婚礼。好。许洛离很想问他原因，想了想，还是咽了回去。嫁给他是许母的遗愿，也是他当下最好的选择。以后我就是你的靠山，秦家的一切都为你所用，想做什么，放手去做。一股酥酥麻麻的电流涌过，许洛离忍不住颤了颤身子。许洛离惊呼一声，身子不受控制朝前栽去。秦陵川眼疾手快，将他拉到了自己怀里，动作很是暧昧。许洛离脸颊染上红晕，他扭动了几下想要起身，却又撞了头，再次摔倒在秦陵川的怀里。一瞬间，许洛离的脸更红了。他不知所措之时，车外的人用力拍打着车窗，许洛离赶紧坐回去。那人破衣烂衫，蓬头垢面，皮肤被晒伤，已然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小黎，是我，你下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是贺思瑶，你老公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许洛离面无表情，认真地端详着他。小黎，我好想你，你下车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抱歉，我不认识你，我前夫已经死了。小黎，你怎么会不认识我？你曾经那么爱我，为了我，你甚至去哄你的情敌开心。许洛离收回视线，吩咐司机摇上车窗，继续往前走。贺思瑶抓着玻璃不放手，很快就被夹住了手指。小黎，我好疼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许洛离无动于衷，贺思瑶忍不住疼痛，最终放开手，看着车子远去，他追在后面大喊许洛离的名字。小黎，我九死一生回来的，你不能不管我。原来那天被楚婉婉打伤后，他被旅馆的保洁救下了。他卖了身上的西装和手表，交完医疗费，用剩下的钱偷渡回国。贺思瑶回国的第一时间就是回家找许洛离。他以为许洛离会痛苦地替他守寡，一定会喜极而泣。可他一回来，就听说许洛离跟秦陵川在一起了。许洛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最爱的人。贺思瑶一直追到了秦家的别墅，他不顾保镖的阻拦往里冲，一次次被保镖打倒在地。让我进去，我要找我老婆。秦陵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敢娶我老婆？小黎，老婆，你出来。贺思瑶再次被丢出大门外，许洛离出来了。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。小黎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回家？你哪里还有家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起回贺家老宅或者别墅。别墅我卖了，至于贺家老宅，很快就会被银行收走。装死演够了，开始玩死而复生了。贺思瑶，你当真觉得所有人都是傻子吗？小黎，你都知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跟你认错。跟楚婉婉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爱的是你，我鬼迷心窍，才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。我现在回来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们生个孩子。贺思瑶声音越来越急，情绪激动之下竟吐出了一口鲜血。许洛离连忙后退2步，眼底浮现一丝嫌弃。贺思瑶对上他的眸光，瞬间感觉心像是被钝刀切割。小黎，别这样对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认识你，别再来烦我，我未婚夫会不高兴。至少把我的财产还给我。那些都是我前夫留给我的遗产，与你无关。贺思瑶变了脸色，他走上前，抓着大门的栏杆。大雨倾盆，他渐渐清醒过来，只能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。他连走带爬到了贺家老宅外，不等敲门就再次昏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看到了泪流满面的贺母。你个畜生，为了一个女人装死，看看你把贺家害成了什么样子，你怎么不死在外面？
还回来干什么？贺家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贺思瑶从他们口中得知，爷爷病情加重，已经去世。贺氏集团股价暴跌，很多合作商要求终止合作，如今已经开始卖地变现，而这一切背后的推手正是秦家。你看不上的女人，人家秦家当宝贝宠着，摆明了是针对我们来的，你真是蠢。放心，小黎只是生我的气，等我哄好了她，一切都会恢复原状。贺父见状，生气地离开。贺思瑶一边调养身子，一边重新接管贺家的生意。他是贺家最有天赋的人，眼前的困境他并未放在眼里。熟悉工作之后，他便开始追回许洛黎，还找人轮番在别墅外面替他播放告白视频。视频里的贺思瑶梳洗整齐，对着镜头微笑。小黎，以前是我看不清自己的心，我最爱的是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会很幸福的。许洛黎不胜其烦，让保镖将播放视频的人轰走。可没过一会儿，就又换了几个新面孔。就在保镖再次驱赶他们的时候，贺思瑶来了。小黎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我们今晚去山顶看星星，明天坐游轮出海，后天我们去看极光。以前没能陪你做的事情，现在开始都补给你。我已经申请恢复身份，我的死亡证明失效，我们的婚姻关系就会续存，你永远都是我妻子。许洛黎蹙眉，拿起他手里的花。贺思瑶眼里闪过欣喜，他就知道许洛黎是爱他的。啪的一声，许洛黎将花甩到贺思瑶脸上，玫瑰刺划破了他的脸颊。他怔愣一瞬，我从来不喜欢玫瑰，喜欢玫瑰的是你的婉婉。我早就不爱你了，在你一次次为了楚婉婉伤害我的时候，年少时对你的情谊就被耗光了。我跟林川在一起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你害死了我爸，你该偿命。至于你说的婚姻续存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拿回你的身份。不，我没有害死他，我只是吓唬你们而已。啪的一声，许洛黎抬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别再来烦我，我们之间只剩下恨，不死不休。不，你明明还是爱我的，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头，你都会在我身边。你还在生我气是不是？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你告诉我。你死我都不会原谅你。许洛黎说完，拉着秦凌川转身回去。贺思瑶站在原地，盯着他的背影，喃喃出声：我不相信，你骗我。还好吗？许父的死一直是他心里的疼。我没事，你能帮我吗？我要让贺家覆灭。当然，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你放手去做，搞不定我再来。许洛黎点点头，主动抱住了他。这段时间的相处，许洛黎对秦凌川的感觉越来越微妙。在他身边，他很放松，可以无所顾忌地做自己。在秦凌川的帮助下，许洛黎坐稳了许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带领公司低价接手贺家的项目，还主动打压贺家发展，抛出手里继承的部分贺氏股票，引起贺氏股价波动。贺思瑶疲于应付，期间多次找许洛黎见面，都被拒绝，送去的示好礼物也全被退回。贺思瑶忙得焦头烂额，公司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，已经撑不了多久。这日，贺思瑶亲自来到许氏集团楼下，等着见许洛黎。许洛黎身穿白色套装，周身透着一股成熟气场，是他从未见过的样子。小黎，我们谈谈好吗？我的目的就是搞垮你，没什么可谈的。关于爸的死呢？你说什么？爸的死另有真相。许洛黎半信半疑，迟疑几秒钟，还是答应跟他走。贺思瑶带着许洛黎去了他以前很想去的餐厅，一路上他都在找话题，许洛黎根本不理他，也不恼，继续自顾自回忆过往。小黎，你记得我救你那次吗？你吓得一直哭，我一直安慰你，别怕。还有那次，你给我送巧克力，说你喜欢我，你的样子好可爱。还有一次我生日，你主动亲了我，我其实很开心。许洛黎恍若未闻，静静地看着窗外倒退的景色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他不明白贺思瑶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。小黎，到了。
许洛离推开门下车，贺思瑶包下了整间餐厅，他亲自推着餐车过来，给他送花倒酒，还亲自为他弹唱情歌。这些都是许洛离以前憧憬过，也跟贺思瑶提过的事情。贺思瑶，说吧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也不会放弃对付你。小黎，我真的爱上你了。我不爱你。许洛离的话呛得贺思瑶说不下去，只能悻然闭嘴。是楚婉婉找人给爸打了松弛剂，导致他心脏病发，而非被吓得病发。你说什么？楚婉婉害死我爸？这些就是证据。你误会了，爸不是我害死的。许洛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资料，指尖用力收紧。我没有误会，不是你抓走我爸，他怎么有机会下手？贺思瑶，你跟他一样可恶，我不会原谅你们。许洛离头也不回地离开，跑到许父的坟前哭了许久，直到天黑，秦陵川出现，将他带走。他一言不发地钻进秦陵川的怀里，泣不成声，哭到最后累得睡着了。